哦，陈师傅开挖机，只开那挖机。前面这几个穿湖南省服的小姐姐，她们说是我粉丝，一直盯着我干活，让陈师傅脸都红了一整天。你们说尴尬不尴尬？今天东家的精神是从这里修一条路到房子的后面，把后面的这一块土全部用挖机装车挖出去。首先我们就要从这2块地里修一条路出来，让车子能够开到后面去拉土。这2块土地不是东家的，上面这一层肥土，东家让我把它挖开甩到一边，以后恢复路的时候把这一层肥土直接挖回来就可以了。自从我挖机开到这里来，前面这几个小姐姐就一直在讨论我，说我就是那个开那挖机的陈师傅。今天终于看到了我本人，还天天看我视频，是我的忠实女粉丝，说得我脸都红了，都不敢怎么面对他们了。没想到在这个沙嘎嘎里面还能够遇到这么多女粉丝。女粉丝的事先放在一边，回到正题，我们继续修路。同样的，把上面这一块表层的肥土也给它甩到一边。这个位置要修一个倒车的地方，所以就挖宽一点，然后把2块土搭界的地方给它修一个斜坡。首先把这些紧土挖松，然后用推土铲直接一推，斜坡就出来了。然后再用斗左右扫平一下，扫平过后再用链条反复的给它压紧，这条路就这样修好了。今天这个活的挖机费用，东家是这样跟我计算的：从修路到装第一车之前就给我计时间，然后装车就是按车数来计，每装一车算20。现在路已修好，和东家去对一下时间。开始装第一车只能装滑土，就是挖机后面的土装到前面的货车上去，这样要旋转180度，距离有点远，而且东家的房子又靠挖机比较近，速度就快不起来。第一车用了将近10分钟才把它装满，第2车我就干脆从这边过。这边虽然看上去很宽阔，其实也不怎么好旋转，因为旁边的土地里种了很多棵名贵的树，这些树都不是东家的。来之前东家就给我打了招呼，千万不能去碰别人的树，碰坏了到时候就不是少挣几百的事了。前面装了2车就花了20分钟，第3车我把油门开到最大，看能不能够装快一点。这里好像挖到了一个什么洞，看这个深度还没有到3米沙深，但是看它的样子就很像3米沙。我就把东家叫过来让他来看一下，结果东家理都没理我，直接给我说让我挖满一点。我现在是已经10分钟一车了，他还要我装满一点。1个小时只能装6车，20一车1个小时就是120，如果按时间计算1个小时是180，所以我现在每挖1个小时就是少挣60块。早知道我就给东家按时间，就不按车数计算了。这些货车司机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，他们总是对着上一个车的轮子印倒在同一个地方，每装完一车我就要把货车后面的土疏拢回来，这里又要耽误我2分钟。而这个女东家呢，她每次到我快要装满的时候就跑过来了，一直在旁边跟我说还可以装，陈师傅还可以装，直到车子再也装不下为止。我感觉今天这个东家绝对是把我套路了。我从白天装到晚上，整整8个小时才装了40车，算下来一天才800，除了油和我个人的工资基本上就没了。今天就不挖了，早点回家想想明天怎么挖，要不要把挖机斗齿又换了，看能不能够挖得快一点。我们下回见。陈师傅开挖机只开那挖机，用这么尖的斗齿去挖2个3米沙是一种怎样的体验？首先给大家对比一下这个新斗齿和旧斗齿的区别有多大。今天陈师傅要上沙挖2个3米沙，这一副旧斗齿是去年我9月份画的，才不到半年时间，上面最尖的那一部分就已经全部磨掉了。因为斗齿不尖，所以在挖3米沙的时候还不到2米就有一点挖不下去了。今天为了圆满完成任务，给2位东家留下好印象，所以我就含泪搞了5个新斗齿回来装上，这下他们想要挖多深就能挖多深了。画下来的旧斗齿让陈师傅的小美丽带回家卖废品，由于每天只知道开挖机不打防油，
斗和销子都磨损好严重，间隙好大，需要加2块垫片才行，不然等一下把沙米沙挖偏了，以后来找你聊天就不好了。把斗子和垫片全部装好之后，现在我们就上沙。开挖之前，我们先行杀个礼，无意冒犯，有事找东家。正当我准备挖的时候，对面大哥向我招手，让我别挖了。我辛辛苦苦把斗子发了，你叫我别挖了，那怎么行？今天是挖也得挖，不挖也得挖。我先把场地上的草清掉，然后把挖机扎位的地方整平，把挖机开到2个桩正中间的位置，用斗在空中对比一下，看挖斗上的第3个斗齿有没有跟这2个桩在一条直线上。结果我对比了好几次，总是在第2个斗齿和第3个斗齿的之间，这就证明挖机还没有把正。如果就这样挖下去，肯定会挖偏。我又把挖机往左边移5公分，这下应该对正了吧？可结果还是在那个位置，是不是理型少了？再行杀个礼试试看。把挖机又往左边移了一点点，结果还是一样。我突然想到了一个办法，就是把这个桩往右边移一点点，不就行了？你看，这就刚好在一条直线上了，不管来回怎么挖都能够对正这个桩。后来我想了想，还是不能这样做，毕竟这样对别人不尊重。又把这个桩扶正了，还是要好好的把挖机调整好。就这样反反复复调整了半个小时也没有调整好。旁边的这个大哥他实在看不下去了，他让我把挖斗放到一边，他说他跟我放好线，让我对着线挖就绝对不会错。他先把中线放出来，然后中线两边再量40公分，宽度就是80，长度就是2.4米。这个大哥他感觉还是不放心，又自己拿锄头把这个框框挖出来。这下就终于轮到我挖了，先把上面这一层有草的土给它挖到一边扔掉，长和宽都已经画出来了，就只要一直往下面挖就可以。这画上5颗新斗齿就是好挖，挖这种土就跟挖鱼塘的淤泥一样的，一下就挖进去了。但是每次取土出来也不能取太多，容易把边上的土也挖松了。才挖到一半，左边那个东家说要拿包椰给我，然后跟我说我的工资在前面那个穿羽绒服的东家手里，然后我就干脆要他把椰给那穿羽绒服的大哥，让他先把工资给我，反正迟早要给我的。就这样，活都没有干完，1080就到手了。工资一到手，我不到10分钟就把这个沙米沙挖好了。出去的时候，挖机经过的地方要给别人挖松，免得别人找我麻烦。这里一整块地就被一株冬茅草全部遮住了，这种草繁殖能力非常强，如果不把根给它连根拔起挖出来，还不要1年的时间，这个周围附近就会到处都是。只要地里面有这种草，这块地基本上就不能种庄稼了。所以我只要看上这种草，基本上不管东家说不说，都会把它挖了。要人去挖这种草，估计1天都挖不了1颗。但是对于挖机来说，就像拔一根葱一样的，一抖下去就把一株连根拔起挖掉了。挖这种草也是非常有趣，而且很解压。把这整块地上的草全部清完之后，这里就完成任务了。把挖机开到拖车上停好，然后去东家家里面吃席。等下还要去挖一个沙米沙，